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慢食慢语。之前有看过我的冲绳游记，还记得吗？我在那篇游记里头有说，我去那边吃到一个非常好吃的半冷面，所以今天就想要做一个冷面。但是我又想起来，其实之前我有一个吉林的朋友，他有给我做过汤冷面，也挺好吃的。所以今天会给大家分享两种吃法，一个是汤的吃法，还有一个是拌的吃法。首先我们来准备牛肉，我用的是一小块牛腱子肉。在表面均匀的撒一层盐，先腌一下，大概2个小时。接着呢，准备一锅冷水，牛腱子肉下锅，冷水煮开，把它汆下水，然后捞出来，直接再放到一锅新的冷水中，一小块姜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，还有陈皮，放入1/4个洋葱，大火烧开之后，转小火。煮上大概1到1个半小时，注意火一定要非常小，最好是让汤面保持非常微弱的沸腾的状态，这样才能够让汤比较清澈。除了牛腱子，你还可以用牛里脊或者后腿肉，但注意不要用脂肪含量太高的部位。接着我们可以来准备拌面用的酱，去过皮的半个苹果切小块，1/4个洋葱稍微切一切。接着往搅拌机中放入苹果、洋葱、白醋、韩式辣椒粉、2瓣蒜，还有雪碧。雪碧可以为它提供甜味和清新的柠檬味。韩式辣酱、生抽、酱油，然后开搅拌机打，把混合物打到完全均匀，没有颗粒状。这个时候酱还是很稀，我们要把它炒到干。在小锅中加2大勺的香油，把打好的酱倒进去，开最小火，然后慢慢的翻炒，把里头的水分炒干。炒的过程中，酱的味道会浓缩，并且在香油中炒过之后会更香。而之前加过的醋以后会微发掉，没有那么酸。需要炒大概10分钟左右吧，让酱变成这样很浓稠的状态就可以了。你可以一次多做一些，把它放到这种密封的瓶子中。到冰箱可以放2个星期都没有问题。这时候牛肉也煮得差不多了，你用叉子可以比较轻易的穿过它就可以了。牛肉捞出来之后，先包上保鲜膜让它冷却一下。煮过牛肉的汤需要用纱布过滤一下，滤好的汤一样也是拿去冷藏。这个时候的汤应该是非常清澈，然后完全没有油的。这一锅汤大概可以做2碗面。我先从中盛出1碗的分量，大概是300毫升的牛肉汤，然后往里头加入3片梨，把梨泡在里头，可以让梨释放出一点香味来。生抽、酱油、糖、米醋、盐。这时候汤还有点热，需要放到冰箱让它完全冷却。接着我们来准备配菜。去皮的白萝卜切成这种半月形的片。黄瓜洗净之后切丝，番茄切片，梨去皮之后切丝，把葱白切成细丝，煮好的牛肉切薄片。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再准备鸡蛋，今天我想做2种蛋，一种是温泉蛋。放在拌面上，我们需要烧一小锅水，最好有温度计哦。烧到这个水的温度差不多接近70度的时候就关火，然后把一个鸡蛋，最好是室温的，放到热水中。这时候你要观察温度计了，鸡蛋下去之后温度会开始往下降一点，要让温度比较稳定在65到70度之间，所以在这个温度区间内就可以做出温泉蛋。大概泡15分钟之后，鸡蛋拿出来，然后直接像磕生蛋一样把它磕到一个碗里，你就会看到这样里头蛋黄已经半凝固，但蛋白还没有完全凝固的非常漂亮的温泉蛋。接着我们再煮一个溏心蛋，这个可以一会儿放在汤冷面中。煮溏心蛋你需要把水完全煮沸，然后用勺子很小心的把一个室温下的鸡蛋轻轻的放入沸水中，注意动作一定要慢哦，这样它才不会爆开。鸡蛋入水之后就让它稍微滚动一下，
让鸡蛋在沸水中小火煮大概6到7分钟，就是一个溏心蛋的时间。煮好的鸡蛋立刻捞出来，进入到冰水中。好了，现在基本的搭配的食材都准备好了，可以来准备面了。需要烧一大锅水，然后煮冷面。你可能会买到新鲜的或者是干的冷面，都可以。新鲜的冷面煮的时间很短，大概不超过1分钟。包装上一般都会有说明的。水开之后下面，煮好之后立刻拿出来去过冷水。冷面比较特殊的一点是，你要用冷水把它洗得非常干净，就不停地用手指去感受面条表面的淀粉，要洗到面条表面没有那个黏黏的感觉才可以。现在拌冷面的做法是，煮好洗好的面条放入碗中，直接加入拌面酱，大概3、4大勺的样子，按你个人的口味搅拌均匀之后放到盘上，接着摆上黄瓜丝、梨丝、泡菜，还有小葱丝，最后在中间刻入温泉蛋，撒上炒过的白芝麻就好了。温泉蛋用筷子戳开就是这样子的，里头的蛋黄是半固体的状态，蛋白非常的软，基本上还没有完全成型。把它拌在这个面里头吃，口感会非常好。接着喜欢汤冷面的继续往下看了，一样也是刚才煮过洗好的面放入碗中，在上面摆上番茄片、萝卜片、牛肉片、黄瓜丝、梨丝、泡菜，然后切拌的溏心蛋，最后是刚才完全冷却好的冷面汤浇上去。如果你买的泡菜里头有泡菜汁的话，可以加1、2勺进去。最后也是表面撒上熟的白芝麻就好了。好，现在冷面的2种做法都做好了，你们可以试试看自己喜欢哪一种。然后之前去冲绳吃那家店里头，它有把水煮蛋切碎了拌在面里头，我觉得是个很有意思的吃法。但我给它升了一下级，把它换成了温泉蛋，吃起来口感会更加润滑。那今天就到这儿了，希望你们喜欢，咱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。喜欢我的节目，不要忘记点赞以及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或者喜欢我本人的话呢，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每周3都有节目更新。咱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